我叫谢淑音，本是将门之女，前世因一道圣旨嫁给了当朝太子楚恒，他却竟趁我来山庄泡汤圆，找人垫我清白。陛下襁褓婚约，楚恒借我谢家之事登临95五，却在3年后屠我满门。我这时才知道，楚恒早已忌惮谢家已久，又为他心尖上的依女柳诺，决定扫清我这块绊脚石。楚恒，你赶尽杀绝，灭我全族！今日我得与你同归于尽吧！没想到上天竟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让我回到了3年前的温泉山庄，险些被流氓玷污的灵体。游戏开始了。我记得前世在这3声钟响之后，楚恒安排的人出现，正好撞破我被玷污的阴谋。事已至此，先走再说。林皇后还吩咐了你什么？皇后娘娘只让属下在您的下次发病时换掉您的药，其他的属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看在你说了实话的份上，本王给你个痛快。吴峰，是，不要王爷，王爷求求你饶了属下这一次吧。王爷小心！这是体弱多病了，怎么会？处理掉。是。楚恒只怕很快就要追上来了，先在这躲躲。那个人是谁？殿下，奴婢按照规定时间前来，结果发现他们的小姐不见了。他一定是猜到了什么，若是他逃出去胡言乱语，本宫这太子之位还如何做得？就算把龙阳山庄翻个底朝天，也必须把他找出来。是。谢小姐深夜拜访，有何贵干？王爷认得我？谢大人的掌上明珠，皇兄未来的太子妃，京城何人不晓啊？给我仔细搜，任何角落不能放过。王爷，千万别说见过我。立刻放下尸，走了。这是……你看到什么了？这边没有，去那边看一看，必须找到谢小姐。进去搜。二弟，皇兄怎么来了？方才山庄内似乎混入了宵小，谢家小姐遇袭不知所踪，本宫心中担忧，所以特来寻找。不知二弟可曾见过她？好一番颠倒黑白，楚瑜不会真信了楚恒的鬼话，把我给供出去吧？原来如此啊，谢小姐她……谢小姐怎么了？二弟见过她？
谢小姐她去哪儿了？臣弟怎么会知晓啊？臣弟疾病缠身，只是听闻这龙阳山庄的温泉对治疗我这个虚症有奇效，才特地前来一试。哦，是吗？可是本宫进门前，似乎听到房中有些异动。来人，在，围起来！是。皇兄，这是要强行搜查本王的房间吗？二弟言重了，只是山庄混入歹人，本宫也是担心二弟的安危，还请二弟担待，给我搜，仔细些，别放过任何角落。若被喜欢抓到，与你处于共处一室，我必定性命难保。实在不行，还有修剑，大不了就再拉着他同归于尽一次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他还能笑得出来？难道是被楚恒吓疯了？他真疯了，光着身子走过去，是生怕楚恒看不见这里还藏着一个人吗？二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皇兄，既然要搜查，本王当然要坦诚相待，好好配合呀。怎么样，搜到什么了吗？你成何体统？怎么，皇兄是觉得看不清楚？那臣弟再转个圈让你看看。你赶紧坐回去。殿下，外面树林有动静，去看看。是。二弟，虽说这龙阳汤泉能滋养身体，但要本宫看，你这身子还是在府中静养为妙。这般奔波劳累，万一病情加重，岂不是得不偿失？皇兄所言甚是。二弟好生歇着吧。多谢王爷出手相助，这情我记下了。不必了，谢小姐，请回吧。在走之前，小女子还有点事要做。你当真不会武功？谢小姐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房中血腥浓厚，王爷这里似乎不太平啊。你也知道本王的位置，盯着的人太多，有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刺客闯进来，反而被我的暗卫处理了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哪有刺客穿官靴的？也罢，他既然不愿承认，我也不必刨根问底。本王刚才救了你，你却用暗器试探我。谢小姐，这莫非就是你的报恩之道吗？是小女唐突了，请王爷恕罪。恕罪？你打算如何赔罪啊？你娶我。说什么？啊！王爷何必惊讶？方才你我风月一时，我还看光了你的身子，理应对你负责呀。我怎么记得某人好像是我哥哥的未婚妻啊？但是我方才对于王爷一见钟情。我记得前世楚瑜在24岁便早早薨逝，但他却坐拥100万家产，富可敌国。如今更看他的事更是深不可测。要退婚报复楚恒，必须借助他的力量。若是本王不答应呢？
我知道王爷一直在调查您的生母先皇后真正的死因，或许我可以帮你的。王爷不必立刻答复我，3日之后，城南望江楼，不见不散，我等你。现在麻烦王爷让您那位藏在暗处的侍卫护送我回府吧。楚恒在山庄埋伏了人手，我这样出去实在是不方便呢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刚才我用暗器试探你主子时，你拔剑的声音被我听到了。听王妃的。干啥？谢了。春日的身份还是透着凉意，湿漉漉的回去，明天肯定感染风。等等，吴峰，去取一套干净的女子衣裙来。是。没想到他看似冰冷冷漠，倒是个细心之人。去隔壁厢房换了再回去。多谢王爷，告辞。爹，哥哥，我终于见到你们了。老爷，大少爷，当真如此？山里进了匪寇，将小姐掳走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是我就奇怪，山庄守卫森严，怎会莫名其妙出现几个采花贼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我的贴身丫鬟彩桃竟是楚恒的内姬。奴婢听闻那些匪寇凶恶异常，小姐她恐怕已被清白难保啊！如今他害我不成，竟还散布谣言，想毁了我。云遮，立刻找齐人手去龙阳山庄，务必找回阿姨。好，不用找了，我回来了。阿姨，被主忘恩的贱婢！阿姨，你回来了。爹爹，阿英好想你。阿姨，你没事吧？可有受伤？我就是想你们了，我没受伤。爹，哥哥，你们放心，这一世我定然护住你们，护住谢家，让楚河付出代价。傻孩子，你不是早晨才出门吗？是不是受惊了？要不要哥哥去找太医来给你瞧瞧？我没事儿，只不过今日要清理门户。来人，把这个背主忘恩的贱婢拖下去，乱棍打死。是。小姐饶命啊！是太子殿下让奴婢这么做的，求小姐您看在往日的恩情上，就饶过奴婢这一命吧。想活命？可以啊，吃了它，然后去帮我办一件事情。这个当然是毒药了。事成之后，我给你解药。把他拖下去。走。阿姨，此事当真与太子殿下有关？阿姨，你与殿下的婚事乃陛下钦定，而谢家是殿下最大的助力，殿下为何要如此自毁长城？楚恒忌惮我们谢家已久，他本想借谢家之势登临九五，但是又怕将来我们外戚势大，他掌控不了，所以他就设计想让我失真。等事情得逞之后，我们谢家便在他面前矮了一头，再也直不起腰来。阿姨，殿下一向对你不薄，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爹爹，这都是假象，他心里早就有了别人。3个月前，他外出巡视遇袭，被一名叫做柳若的医女所救，自此对他情根深重，并且把他带到了京城，现在就养在别院里。什么？老爷，公子！府门外有一名女子，自称柳若，跪在府外求见小姐。爹，哥哥，若你们不信，同我一起前往去看看。他比比划划的说什么呢？他说他与太子殿下两情相悦，只求能留在殿下身边，为奴为婢也心甘情愿。希望阿英给他一条活路。
是当喝的橘子吗？这样，这不可能！真是，你休要在此玷污太子殿下的清誉。殿下那是何等的风光霁月，恪守礼法，与我既有婚约在身，岂会看上你这个哑女？不就是演戏吗？谁不会？阿音，你刚才还不是说……定是你这个女子不知受了何人指使，前来构陷殿下。爹，哥哥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啊？不错，太子殿下绝非如此不堪之人。定是你的妖女心狠雌黄。谢小姐此言便是容不下我，那我便只能以死明志。说为什么？谢府好大的威风，竟要逼死一个弱智女流氓！殿下，他说的难道是真的？你居然真的会去仙呐？好啊，好啊，我不活了！既然如此，那我不如死了算了，不活了！阿音，阿音，我今天就撞死在这儿，省得惹人非议耻笑。殿下，您与阿英的婚事乃陛下亲赐，您如今此举视为不忠，纵容外事，辱及未来正妃门庭，视为不义。殿下，您真要为了此女行如此不忠不义、违逆圣意之事吗？请殿下给我谢家一个交代，给陛下一个交代。太子殿下也真是的，人家谢小姐多信他呀，刚才还拼命替他说话呢，结果呢，转头就跟别的女的搂搂抱抱。就是，君子重诺，更何况是陛下赐婚，太子殿下此举实在是有失体统啊！我不是早就告诉你要藏好吗？谁准你私自跑来谢府胡闹的？殿下，不是您请人叫我来的吗？本宫何时？是你！你以太子的名义去见柳若，告诉他山庄之事未能得手，如今想迎他入门，唯有让他亲自来谢府门前逼宫，将事情闹大。楚恒，前世你将他藏得严严实实，直到将谢氏吃干抹净，才暴露你的险恶居心。这一世，我便亲自帮你把这深情昭告天下。谢大人误会了，柳姑娘是本宫的救命恩人，更为救本宫尝百草毒哑了嗓子，本宫甚感其恩，多加照拂。今日之事，本宫会进宫面圣，向父皇解释清楚。阿音，你与太子的婚约，你究竟是何打算？退婚。圣旨自婚，退婚谈何容易？陛下那边，父亲不必忧心，女儿以为自己觅得良婿，只要他肯点头相助，退婚之事易如反掌。哦，是谁？肃王楚瑜。你要嫁给那个快死的病秧子！小姐，奴婢按照您的吩咐，把柳小姐骗来这里了。求求你，把这药给奴婢吧。你可知此药是什么毒？此药名为背叛，乃天下第一毒医，专门为了惩治背信弃义之徒所制。它唯一的解药便是你的真心。倘若你真心悔过，那么此药便会潜伏，与你无害。可若你心中仍存怨恨，甚至暗藏报复之念，那么此毒立时便会发作，剧痛难耐，无药可治。小姐，背叛被人买走。是，属下正要回禀，买主是谢淑英小姐。他如何知道据点所在？幽泉又为何会卖药给他？谢小姐是昨日回府途中，独自去了我们在城南的暗庄。她似乎对流程极其熟悉，还出示了狼首符。也是，谢家在北疆镇守多年，与在北域活动的幽泉有些交情，也很正常。王爷是否担心毒医的身份暴露？要不要属下下令，禁止向谢小姐出售药物？不必。本王倒是好奇，这位闺阁千金
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？今夜本王就要去望江楼会一会我这位未来王妃。哟，客官您来了呀！公子们都等候多时了，稍安勿躁，马上给您叫来。公子们，接客了！这简直是成何体统！小姐何必羞涩？这世道，男子流连章台柳巷，便是风流雅士。为何女子便不行？好女人得了名声，坏女人得到天下。小姐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对呀，前世我贤良淑德，恪守礼数，结果呢？既然重活一世，凭什么还要被那些条条框框束缚？我偏要换个活法。也罢，让本小姐瞧瞧，你们都有什么过人之处啊？王爷且慢，这望江楼人多眼杂，若是被人瞧见，您私下会见谢小姐，只怕……如此便可。我怎么感觉这个面纱哪里不对？小姐，别跑呀！这边呢，小姐，来抓我呀！别跑呀！我在这边，小姐，我在这边，我在这边呢。抓到你了吧？我就说抓到你了吧？啊，这极品是个压轴的吧？这身段，这气势，今天的银子没白花。新来的，架子不小嘛，让本小姐好等啊！架子不小嘛，让本小姐好等。放肆！你，哎呀，出来玩你害什么羞啊？小姐，您这就喜新厌旧了？刚才还夸人家的腰最软。就是，这位木头桩子不解风情，你还是宠幸我们吧。哎，懂什么呀？本小姐就喜欢这种有挑战性的。都走都走，别耽误我干正事。谢淑音，他们都没穿衣服，你怎么穿这么厚实？你什么档次啊？脱了。谢小姐，你，你一个舞姬，脾气还挺大。今日本小姐就好好教教你规矩。还是让我抓到了吧。素啊！谢小姐，本王洗耳恭听，看你要给我立什么规矩？不是，都是误会。素啊，你听我狡辩，不是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这其中必有误会。哎呦，我就说这面纱怎么看着这么眼熟？原来是望江楼五姬同款。谢小姐今日相邀，莫非是为了给我立规矩？王爷，你说笑了。臣女找你来，自然是要有正事的。把人带上来。你是伺候我母后的苏嬷嬷？你是伺候我母后的苏嬷嬷？老奴有罪。说。今日找你来，是早就知道你的所作所为，如今让你说，是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，还不快说！是当今的林皇后，当年她用我孙儿的命要挟，逼老奴在先皇后日常佩戴的那串玛瑙手串的珠子中下毒。先皇后红事后，老奴怕被灭口，便设法混入告老名单中，带着那手串逃出宫。手串呢？王爷，手串在这里。这东西怎么会落在你手里？说来也是机缘巧合，这个嬷嬷离宫后过得穷困潦倒，就把这个手串
典当到我们谢家的铺子。这么巧？前世我在准备嫁妆时，在当铺库房角落发现了这手串，认出它是宫中之物。我暗中调查，直到死前不久，才拼凑出真相。王爷，这个手串之毒叫蚕丝，无色无味，通过肌肤渗入，经长年累月，使人心神耗尽，形成久病缠身而亡。建议王爷还是不要触碰为好。我都带下去，先关押起来。谢淑音，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机缘巧合之事，你为何对我母后之事了如指掌？说，是谁派你来的？我还能是谁派来的？自然是月老派来的。什么意思？王爷，因为我喜欢你，喜欢一个人，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去了解他的一切。我这么精心找到害你母后的真凶和证据，你就这么对我呀？啊！你这么弱不禁风啊！我都没用力啊！王爷，有劳谢小姐替我叫王爷倒杯热水来。哦，好。王爷，您早年被林皇后暗中下毒，虽然后来察觉避开了，也将计就计，装病示弱，但终究伤了根本，留下了病根。您万不可如此激动动怒啊！伤了根本？什么病因？会不会影响子嗣？哎，快说呀，这对我来说很重要的。谢小姐既然这么担心，要不你亲自试试？哎呀，谢淑音啊，谢淑音，你说你跑什么呀？当时就该顺势试上一试。上一世楚恒怕我担下子嗣，让我整整缩了3年。这重活一世，我可不想让自己受此苦楚。谁啊？奴婢是丫鬟红艳，进来吧。小姐，苏王府派人送来的。一切就绪，明日楚恒携柳若入宫，此计行险，我们请散司。还送来了碧峰香珠，想来应该是相信我了吧？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此事已闹得沸沸扬扬，唯有剑走偏锋，方能破局。前几日，柳氏女擅闯谢府之事，在京中闹得沸沸扬扬。恒儿，你今日就将此事原原本本的说清楚。父皇母后，儿臣与若若清清白白，皆是有人恶意重伤，意图破坏儿臣与淑音的婚事。楚恒果然不敢承认，没关系，我自有法子撕破你的伪装。陛下，你看恒儿还是懂分寸的。淑音，太子待你之心，你可明白了？臣女明白。陛下，娘娘，可否容臣女带着柳若去后花园走一走，也好把其中的误会说开。主恩。谢陛下。方才陛下的话，柳姑娘都听见了吧？这太子妃的位置只能是我。姐姐，这香囊是苏绣吧？这般贵重之物，我从前不敢妄想，直到殿下赠我苏绣裙裳，我才知道有些界限未必不能越过。我这香囊的离纹，唯有一品重臣家眷才能用，这也是你我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。谢淑音，你除了出生还有什么？既然你是这香囊为身份的象征，那我偏要毁了它。楚恒，任你刚才如何巧言令色，这性命攸关之下的本能反应，足以让陛下识破你的谎。谢小姐小心，有蜜蜂群过来了。
蜜蜂？朕的御花园怎么会有蜜蜂？这是臣妾养来采蜂王浆的，治疗头风的，不知为何。若小心！幸好早找到了避风珠，不然我得笑吗？炉子，别跑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保护太子！混账！别过来！走开！只能跳下去了。快，用烟驱散风驱。是。快！这边！没事吧？没事，吓死我了。逆子，你方才与朕说的都是鬼话吗？危急关头，你竟然抢夺未婚妻的衣物，护着另一个女人。父皇息怒，儿臣确实对若若有情，但儿臣深知分寸，正气之位永远都只会是淑英的。陛下，皇儿他只是一时糊涂，好在淑英没出什么大事。父皇，若非儿臣恰好在旁，谢小姐恐怕已经非死即伤。谢家满门忠烈，镇守北疆，若其嫡女在此遭此大难，岂不是伤了功臣之心？混账东西！你即刻将这个柳氏送出京城，若再让朕知道你与他有任何的纠缠，朕绝不轻饶。遵旨。轻点，王爷。这就是你那日在望江楼让本王配合的大计划，把自己弄得这般狼狈。王爷，平时一定要注意啊，千万别舔到自己嘴唇哦，小心把自己毒死。本王给你的避风香珠呢？啊，不知道何时弄丢了，不过也无妨，在陛下面前让楚恒与柳若的私情无所遁形，也算值了。哎，别动。在想什么？在想楚恒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在想早日跟楚恒退婚。你很急？废话，报复楚恒这种事，晚一天我都嫌慢。对啊，我很急，早点跟楚恒退婚，才能快点和你成亲。这都不行，楚瑜是不是不行了？父皇虽然训斥了楚恒，但是父皇还是想息事宁人。若想彻底瓦解这桩婚约，仍需从楚恒自身着手。我的计划呢，先让柳诺捅破窗户纸，再让陛下知晓他们的奸情，最后逼得楚恒亲自去跟陛下退婚。但楚恒深知权势大于私情，你如何让他心甘情愿？王爷，你既然能弄来蜂群，也能找来技艺高超的驯鸟人吧？驯鸟人？你要做何用？山人自有妙计。王爷，谢府到了。王爷，多谢护送回府，告辞。无风，什么情况？王爷，我呢？楚瑜那个身子骨，真撞了还能活吗？我还指望他帮我退婚呢。
慌些什么？我关门长的武功，看来只能硬扛这一次了。驾！王爷小心！驾！谢淑叶，危险！停下来！停下！谢淑叶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疯了？刚刚要是稍有不慎，你就会卷进车底。我昏你了！爸，那我是为了救你啊！行了，要不是今天你替我说话，害得楚恒被训斥，他也不会怀恨在心报复你。我救你也是应该的。我走了。等等，今晚这事我记下了。记什么记啊？赶紧找人来收拾残局吧。走了。殿下，若儿舍不得你，此去一别，不知何日才能相见。都怪那日楚云在父皇面前多嘴，才逼得父皇非要将你送走。不过，本宫也已经替你教训了他，虽说未如本宫所愿受伤，但也够他受一番惊吓了。你放心，待京城风头过去，本宫定会寻个由头接你回来。他还是打算先放弃我，可是我一旦走了，谁知道他会不会真的接我回来？只能用最后的杀手锏了。哎，若若，怎么了？快叫大夫！好的。恭喜殿下，贺喜殿下！柳姑娘是喜脉呀，一夜有余。那岂不是我永昌国的皇长孙？连皇长孙都弄出来了，怎么好叫这苦命鸳鸯分开呢？王爷，该你的祥瑞上场了。王爷，该你的祥瑞上场了。哎，你快看！哇！来，快看，好多鸟啊！殿下救我！哎呦，好多鸟啊！好多鸟啊！真是好多鸟，好多鸟啊！哇，这么多鸟啊！这么多鸟啊！哎，你看，好多呀！你看看。我的老天爷，这些鸟怎么围着那位姑娘飞呀？这是百鸟朝凤，天女散花啊！对呀，是啊，是天降祥瑞，祥瑞之兆啊！这是，就是的，祥瑞。对，这姑娘定是天生奉命之人。哎呦喂！拜见神女，拜见贵人。若若竟是天命之人，若得天命所归，何愁？来，把行李卸下来。若若不走了，如此天降祥瑞，天意不可违。天命之人。大功告成，接下来咱们就等着看他们被这虚妄的名头压得粉身碎骨。今日多谢王爷相助，那我就先回了。怎么了？兴许是那日摔倒，伤了腰还没好。没关系，我慢慢走就好。
王爷，你赶紧把我放下来。谢小姐，既为了救本王受伤，本王岂能袖手旁观？为免你病痛，本王送你回去。不用不用，这么多人呢。岂有此理！太子弄什么百鸟朝凤的噱头，光天化日与别的女子搂搂抱抱，简直把我谢家的脸面踩在脚底。我这就进宫面圣旨。爹，哥哥，放我下来，王爷。你们，听我解释啊！还笑呢？爹，方才在花园，在花园，在花园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吗？不知道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好吧，反正事已至此，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了。女儿就要跟太子退婚，嫁给素王。阿依，你要退婚，为父支持，但嫁给素王不行。爹，阿音，你可知那素王身边是何等龙潭虎穴？他本为嫡子，先皇后之死蹊跷，他更是被太医断言活不过24岁。陛下才立了林氏为后，立了楚恒为太子。不错，他一个曾被异出又缠绵病榻的皇子，林皇后和太子的眼中钉肉中刺。你嫁给他，便是将自己置于这炭火之上了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目标一致，不是吗？一旦退婚，谢家与东宫的梁子便结下了。我们需要盟友，可放眼整个京城下去，除了这位素王，谁还能跟我们同乘一船，共抵风浪呢？你的意思是协助素王夺嫡？不错，爹，哥哥，我呢，正好看上的就是处于病弱，我会在他病逝之前诞下皇子，届时幼主登基，我就是太后，那我们谢家便是摄政外戚，我们便可以重回北疆，重夺兵权。你想要是兵权？有哪位皇帝眼里能容下功高盖主、手握重兵的谢家呢？当年陛下一纸诏书把我们召回京城，不也是这个意思吗？除非那个龙椅上坐的是谢家女儿生下的血脉。佩服，可是你当真对素？等等，爹，女儿就想让你跟哥哥重回当年意气风发、驰骋疆场的样子啊！爹，爹，是委屈了你啊！小姐，老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太子殿下他进宫面圣，要求与咱们家退婚，要迎娶那位柳姑娘。什么？这祥瑞加上皇长孙，楚恒总算支棱起来了。爹，哥哥，我这就入宫，助他一臂之力。谢淑音，方才太子与朕请求要解除与你的婚约，立柳氏女为太子妃，你有何话说？淑音，我知道此事是本宫对不住你，但情之一字，身不由己。本宫心意已决，要立若若为太子妃。你若实在难，陛下，臣女恳请陛下准允太子殿下之请。谢淑音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陛下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何况柳姑娘于殿下是救命之大恩，更是身负百鸟朝凤之祥瑞，更身怀龙翼，故臣女愿意推位让贤，成全太子殿下。
朕当初将这谢家嫡女指给太子，就是为了将谢家牢牢绑在外来君王的身上，绝不能因一个女子坏了牵制谢家稳固东宫的大业。混账！朕亲自许下的婚事，岂是儿戏？容你说退就退！父皇，住口！等你大婚之后，将柳若给你纳作妾也就罢了，退婚一事休要再提。出去！失算了，没想到闹成这样，陛下依然不肯先退退婚。看来他是打定主意用婚约拴住谢家。谁？王爷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进来的？翻墙。翻墙？哎呦，我说你这风吹就倒的身子骨，你可悠着点吧，王爷，可千万别在我们家墙头摔出个好歹，我们谢府可担不起啊！你还好意思说我？几日不见，你这脸上的乌青看起来比我这药罐子还重。真的假的？啊，都是因为这个退婚闹的，害得我连日带夜不能寐。干嘛？还好，只是有些心火亢盛，思绪过度，并无大碍。这个是用龙脑、安神草调制的香料，睡前在香炉中点燃少许，有助眠之效。你还会看诊啊？久病成医罢了。多谢。不过，今日陛下的态度可见，这退婚之事实在是棘手，这普通温和的法子是行不通了，得上点绝活。红绡帐暖，春宵苦短，只愿与卿沉沦，不理窗外春秋啊！这情书这东西怎么让女子先来写？当然是本王写给你嘛。啊？那算了算了，那我下回补给你。哎，楚瑜，你想什么呢？这不是写给你的情书。啊，不是写给我的。那你写给谁？谁都不是啊！哎呀，不是，这不是情书，这是画本子。画本子？是画本子。我们呢，就用这个东西，把楚恒和柳若的爱情故事传遍大街小巷、茶楼酒肆。到时候我看看这陛下怎么堵住这天下的悠悠众口。若真是情书，这遣词造句也未免太过艳俗，不是便好。那王爷，你去哪儿呢？王爷，当然是把你这个大作公之于众啊！呀，伏案写久了就是浑身疼啊。王爷，方才不是说走了吗？下一个本子写我们。方才王爷不是说这画本子艳俗不堪，看了牙疼吗？那你写还是不写？就我们的故事，我还未退婚就勾搭上未婚夫的二弟，我这敢写，恐怕到时候官府也会查封啊。循规蹈矩的爱情固然稳妥，但是离经叛道的故事却实在精彩，不是吗？那我写不了。为何？所谓离经叛道的故事，
我这个正主还没尝呢，如何能行？尝到了，好好写。想不到这鞭子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可是要去父留子的，不能被妹子迷惑。若若，从今往后你就住东宫，这是本宫为你安排的寝殿，你可喜欢？谢姑娘，若是知道若儿住进来了，会不会？本宫是太子，想让你住哪里住哪里，轮不到他来指挥。殿下，出大事了！小娘为我舍性命，小娘为我马双眼，我分担一生来。如今京城西园茶楼都在传唱这出新戏，分明是演玉宁和柳姑娘。不能为之母，把女人和不能为之母，只无法方为君子，不能为君子，可以为异俗之而上。说得好，身份贵贱，岂是阻碍？真气才最可贵。是啊，我看柳若姑娘救太子于水火，又身负百鸟朝凤祥瑞，这是天命之女，与太子殿下真是天作之合。是啊，天命之女配真龙太子，乃是上天御示，太子殿下才是未来的天下之主啊！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赏，重重有赏。这是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千岁，太子殿下千岁，柳姑娘万福，万福。啊！本宫在此向各位保证，即便不做这太子，本宫也定会迎娶若若为妻，绝不负她。等下。楚恒，你为何如此待我？这是啊，谁啊？这是谁？你我早已有婚约，你却当着天下人的面许下誓言，你把我的脸面放在何处？你把我们谢府的脸面放在何处？此事是本宫对不住你，本宫定会给你个交代。我现在都成了全天下人的耻笑，
还怎么给我交代？那太子殿下是这样，这个怎么说啊？既然如此，那就用我这条命，替你省去了这份麻烦，成全你的山盟海誓。谢淑玉，胡闹！二弟，皇兄，你心有所属是你的事儿，但谢家是国之柱石，谢小姐是功臣之后，你怎么能质疑她风口浪尖，甚至让你死相逼？此事并非本宫所愿。本宫已多次向父皇请求退婚，但父皇不允。那是你的事儿，你自己去解决，而不是在这里挟持民意，让无辜之人无路可走。二弟说的是，3日之后，父皇寿辰，本宫自会向父皇陈情，求一个两全之法。走吧，走吧，是这样了。走了。王爷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市井间关于太子与柳氏的话本戏曲已传得沸沸扬扬。明日万晨节宫宴，太子势必会借此机会再次向陛下恳求退婚，迎娶柳氏。光是让楚恒自己开口，以父皇的性子，最多再次斥责。为了平衡，他还是会死死按住婚约。那王爷的意思是？火烧的不够旺，就再添一把柴。你去安排几个人手，在楚恒提出退婚之后，以民意天意为由，复议楚恒。只是如此一来，岂不是助长了太子的声势？想要从他那里抢媳妇儿，起码得先让他尝点甜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恒儿，此次万晨节操办的不错，朕心甚慰。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求父皇解除儿臣与谢家小姐的婚约，立若若为太子妃。不要胡闹！陛下，太子殿下与柳姑娘之情早已在京城传为佳话，而太子殿下已当众许下承诺，陛下若是不允，只怕会寒了百姓之心，引发争议啊！陛下，臣听闻前几日在戏楼因婚约之事，谢家小姐悲愤交加，就欲跳楼自尽。若非肃王殿下及时阻拦，恐已酿成惨剧啊！陛下，若再将臣妹强绑在这婚约上，是生生逼她去死啊！求陛下放我妹妹一条生路吧。谢云峥，陛下赐婚可是何等荣耀，你这话岂非不识抬举，藐视皇恩？谢渊，你有何话说？陛下，老臣恳请陛下解除婚约，成全殿下。我谢家绝无怨言。楚恒，朕最后问你一次，你可想清楚了，绝不后悔。儿臣想清楚了，此生非若若不娶。若能得父皇成全，儿臣愿接受一切责罚，绝无怨言。如今舆论已成清明之事，朕若再强行按住这桩婚事，不仅朝廷声誉扫地，更可能让谢家怀恨于心。如此一来，恐非结亲，而是结仇了。唉，既然如此，这桩婚事朕准了。
即日起解除太子楚恒与谢氏淑音婚约。至于柳氏，既得你如此倾心，便赐予你为妃。谢父皇恩典。折腾这么久，这桩婚事总算是成。陛下，那谢大小姐往后只怕……要不这样，让她随柳氏一同入府，做个侧妃，姐妹相伴，如何？不可！皇后娘娘，我谢家女儿绝不为妾。谢大人，一个被太子退婚的女子，这京城满门高门大户，谁还敢娶她？难道你要谢淑音一辈子受人指指点点，还是青灯古佛，了此残生？肃王殿下驾到！父皇、母后，儿臣愿娶谢淑音小姐为王妃。楚瑜，你凑什么热闹？父皇，儿臣因病来迟，方才见此情形。谢家满门忠烈，谢小姐深明大义，绝不能因一人之私而受辱。因此，儿臣以正妃之位明媒正娶。陛下，不可。瑜儿自幼体弱多病，太医多次断言需静养，如何婚嫁？万一谢小姐嫁过去之后，瑜儿有个三长两短。哎呀，肃王深明大义，微臣感激不尽。殿下肯给我这可怜的女儿正妃之位，已是天大的恩典了。对，莫说殿下体弱，便是殿下明日……不，陈师爷。总之，我谢家绝不嫌弃。行了，这桩婚事朕允了。母后，谢家手握兵权，在军中和朝中都盘根错节，你居然为了一个上不得台面的柳若，说弃就弃！母后，如今市井民间皆称颂儿臣与若儿是天作之合，这是民心所向。只要得了民心，何愁地位不稳？你是鬼迷心窍了！滚！给本宫滚出去！本宫当年就不该心软，放过楚瑜，当众求娶谢家女，这分明是处心积虑，借谢家的事断我恒儿的路啊！来人，把谢淑音绑了，扔在恒儿床上。生米煮成熟饭，谢淑音死也得是恒儿的。是。其实，我可以同我父兄一同回府，倒不必劳烦王爷亲自护送。你我既已订婚，那我送你回府，理所应当。你用谢府的马车送我，把我爹和哥哥赶去骑马，王爷倒是理所应当上了。那是因为我想和你多待一会儿。他该不会是真喜欢上我了吧？看我做甚？我只是觉得王爷不必待我如此就好。其实我们之间……有刺客！王爷，凌无风呢？今日入宫，不免引人注目，没有带他。啊！
完蛋了，我们俩都不会武功。这是我谢府的马车，那些刺客必然是冲着我来的，是我连累了王爷。等会儿我下去，吸引他们注意力，想办法拖住他们，你趁机逃跑。还当自己是得宠的皇子呢？以后的圣旨马上就该下了，宫里谁还拿你当回事啊？你们再敢欺负他，我就告诉我爹爹了。我拖住他们，你快走。小东西，小东西！你没事吧？嗯。是他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竟然敢劫谢家的马车！你束手就擒，我们不会伤你性命。我们谢家的儿女永不投降。王爷，你怎么没走？王妃还在，让我岂能先退？你没事吧？王爷，怎么这么热？王爷，我好难受。没有，是这杯茶？难道是皇后？王爷，来，帮帮我，王爷！张嘴，把这个吃了。啊！不要要王爷。淑音，淑音，王爷，王爷，帮帮我！王爷，本王没事。王爷，对方什么来头？竟然能伤了您？野猫抓的。野猫？王爷，那这些人是？皇后殚精竭虑想保护她儿子，那本王只好以牙还牙了。我的老天爷，我好像发现了一件不得了的事。哎呀，走，这是哪儿？这是怎么了？王爷，要王爷。
完了完了，我怎么把王爷给……哎呦！啊，不对啊，他不是个体弱多病的药罐子吗？怎么感觉起来还挺行的？不对，他的病是装的。谢小姐，你醒了，这是肃王殿下给您准备的新衣服。您身体不适，肃王殿下担心直接将您带回谢府会惊扰谢大人，故而暂且将您先带回了王府。有劳，时辰不早，我也该回府了。殿下在书房与林侍卫议事，要不您先……我亲自跟他辞行。啊，可是……太子那边的事已经处理好了，只是您今日为救谢小姐贸然出手，实在太过危险。万一被他瞧出端倪，知道您病弱皆是伪装，我们多年的筹划岂不是前功尽弃了？无妨，她是本王的王妃，早晚要知道。王爷，您求娶谢小姐，难道是看中了谢家在北疆的余威？虽然有谢家的支持，于王爷大计有益，只是现在就和东宫对上，这个时机未免太不成熟了吧？他知道，原来他也不过是为了我背后谢家的权势，这与楚河有什么区别？好，这样也好，至少人不相欠。谢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谢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阿叶，走啊，走！家，我到底在难过什么？家，我也是在命运。可听到那些话，我心里还是……你疯了！王爷急匆匆追出来，不就是怕我将你伪装病弱之事宣扬出去？放心吧，我还没有如此下策。但是你想借我谢家受你夺嫡之传，绝无可能。等到时机成熟，我便去跟陛下请求解除婚约。我若只把你当作盟友，又何必一次一次护在你身前？又何必在你面前卸下所有伪装，甚至可以连命都不要？你若不如此，我又怎会傻乎乎的被你蒙骗？当你把爱刻在我心间，把我的心只为你留。当天地下，我还能劫财。你干什么？惹我废了这身武功，当我的承诺糊了双眼，振作了手腹肌之力的病药子，缠绵病堂，才无力挣出。这样，你可以醒我了。什么？为什么？还认得他吗？这是我小时候随身携带的玉佩，好像是那年随父亲入宫贺寿时弄丢的。我当时找了好久，这个怎么在你这儿？是在那条公道上，你为了护着我与那些阴谋对峙，退葬之间从你腰间掉落的。哎呦！哎
你没事吧？那当年那个瘦猴是你啊？那时我母后病逝，宫中的人受了灵皇后指使，明里暗里欺负我。你是唯一一个肯帮助我的人。一块旧玉而已，能说明什么？楚云，人心易变，万一将来……这是同心骨，我刚才服下的是子骨，而这瓶中的是母骨。若我将来有赋予你，你只需回去此瓶，子骨反噬，我必穿肠破肚而亡。如此，你可信我？人来人往中更替，翻山越岭寻一个你。但你做上无以为之，你若敢骗我，我就敢弑君。若真有那天，我的面，我的江山，都给你。不对，他的病既然是装的，那他前世就不可能是病史。难道他的死也是往后起？今日恒儿得了风寒，真是来势汹涌。臣妾心中不安，便请皇上和臣妾一同去探望，不知是否打扰皇上处理国事。白日还好好的，真就突然病得如此之急。可能是谢家姑娘改嫁他人了，恒儿内心难受。淑音已经指给了肃王，皇后，今后这些话不要再提了。只要陛下推开锦殿门，看见谢淑音与楚恒在一处，那谢淑音便只能认定，乖乖做恒儿的侧妃。皇上，娘娘，肃王和谢小姐来了。什么？谢淑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回禀皇后娘娘，我和肃王殿下听闻太子染恙，特寻来一只老山参前来探望。坏了，一定是今日之事出了什么变故。陛下，陛下，恒儿今天病重，太医说了需要静养，还是改日再探吧。皇兄病得如此之重，若是知道父皇如此挂念，他的心情肯定会好点，病也会好转得快一点。陛下，既然来了，就进去看看。朕也想知道太子病得如何。陛下，这就是你说的送给我的惊喜？怎么样，满不满意？混账东西！父皇、母后，你们怎么？你们是谁？滚开！逆子，你竟然在东宫行此等龌龊不堪之事，简直丢尽了皇室的脸面！陛下，陛下息怒啊！这一定是误会，定是有人蓄意谋害恒儿。恒儿行事素来持重，绝不会如此荒唐，定是奸人谋害。持重会在大殿之上公然抗旨退婚，为了一介民女要死要活。怪不得当初殿下执意要与臣女退婚呢。
原来实在是臣女过于无趣，无法容忍殿下这样的癖好啊。皇兄，只是不知道柳姑娘，可知皇兄竟有如此雅兴吗？父皇，儿臣是被陷害的。儿臣昨日早早饮了酒，早早便睡下了，什么都没做。你一定要相信儿臣啊！即日起，你给我禁足东宫，好好闭门思过。本宫从前小瞧你们了，本宫从前小瞧你们了。臣女不知皇后此话何意？往后来日还长，咱们走着瞧。我是真的没想到，你竟然能想出这么惊世骇俗的一招，真是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啊！他们既然敢把算盘打到你头上，我只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这个林皇后还真是死心不改，到现在还想着把我绑到楚恒那条烂床上去。所以，我得早点把你定下来。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四海商社的令牌，以后只要拿着它，商社下面的人手、银钱、店铺，皆由你调配。四海商社的生意遍布咱们永昌国的南北，这真是咱们王爷的全部身家。四海商社，前世淮南爆发疫症，楚瑜动用四海商社捐款捐物救治百姓，却被楚恒查出他是商社的幕后之人，参了他一把。一道圣旨便将楚瑜分封边主。父皇，儿臣现已查明，那富可敌国的四海商社幕后之主正是肃王。肃王，你囤积巨富，有何居心？从今往后，你便去冀州封地，非诏不得回京。儿臣遵旨。我记得那场疫病爆发的日子是……王爷，你快告诉我，今日是什么日子？今日是天佑22年3月17日。你怎么了？天佑22年3月17，前世淮南疫情是在4月初大肆爆发的，距离现在不足半月。王爷，你现在赶紧把四海商社的资产发散到新商号下，然后找一批与肃王府无关的执掌人，尽量的切断你与四海商社的联系。你是怕有人追查？谢小姐，王爷行事向来周密，四海商社经营多年，还未有人察觉与王爷的联系。王爷，我预见永昌将爆发一场10年未见的凶猛疫症，尸横遍野，朝廷束手无策。你会不会动用四海商社的关系，冒着危险捐财捐物，救人于水火？吴峰，按王妃说的做。还有，既是疫症，应该调用商社下面所有渠道，去买应对疫症的药材，金莲花、黄连、苍术以及凉参，能囤多少囤多少。是。虽然知道前世楚瑜在这件事上跌了个大跟头，但是百姓我不能因此再袖手旁观。王爷，下属收到了秘密的消息，淮南3州突发怪病，人畜皆恐，现已死伤。果然，接下来我们该提防的是公主。文艺，这
可是恒儿戴罪立功的好机会。王爷、王妃，四海商社筹措的第一批药材和粮食已秘密运往淮南周边，随时可以投入赈济。王爷、阿印，今日早上太子上了请罪自检书，陛下已同意他亲往淮南赈灾，并且还带着柳若随行。眼下这个局面，你们真要去淮南？爹，哥哥，楚恒有罪，我比任何人都想报复。但是淮南的百姓是无罪的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因为楚恒和柳若的无情而枉死。谢大人请放心，只要我楚于一息尚存，定会护阿银周全，不让他受半分伤害。爹，王爷已向陛下请旨，以巡视水利、体察民情为由离京，不会有人怀疑的。而且我们在暗处伺机而动。既然如此，微臣便在京中敬候王爷佳音。自然。走吧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疫情为何丝毫没有抑制之效，反而越来越严重？殿下息怒，殿下息怒啊！此次疫情来势凶猛诡谲，臣等也只能摸索尝试啊。殿下，城西有几个村镇疫情得到了控制，染病之人在服用了一种汤药后，症状大有缓解。啊！殿下，若研制这方子的功劳能落在殿下与妾身头上，若若，还是你聪明。谢谢，起来，快！奉太子殿下令，此地有人私售不明药，扰乱治安，以此传播疫病，所有药材、方子一律收缴。官爷，我们这些药材皆经过查验，绝非不明之物，这些百姓皆可作证。官爷，这药是真的有效啊！我娘喝了就不怎么咳了。是啊是啊，你们不能抓人。我看你们都是一伙的，把这些闹事的货一并带走。住手！这药方，官爷既想要，拿去便是，何苦为难这些无辜的百姓？太子殿下有令，即日起禁止任何人设摊发放不明药，违令者以扰乱治安论处，严惩不贷。把这些刁民都赶走。王妃，为何要将药方给他们？现在指挥权还在楚恒手里，也唯有通过他，才能将这些药物发送到淮南的每一个角落。可是，就太子那作风可靠吗？楚恒为了功劳，短期内肯定会大量投放，可我们的目的始终是救人。回禀殿下，太医说了，这确实是实打实的好方子，殿下可以放心使用。好啊，柳若，从今往后，这便是你研制的抗疫奇方。谢谢殿下。赈灾这么久，也该给父皇传一些好消息了。本宫即刻起草捷报，连夜送往京城。殿下，属下看领头那两人虽戴着面具，却气度不凡，恐怕来历不简单。若是他们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，传入陛下耳中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更不能留了。找人处理了他，
是。吴峰已经拿到了朕在官员贪墨的证据，与楚恒有牵扯的不少。等一并平定后，咱们再找他算总账。说是要跟我一起查账，结果自己先睡着了。果然有人按捺不住了，真以为我们警惕性这么差？中了我的春风渡，就这么跑了，还真是不想要解药了。春风渡，这不是天下第一毒医的独门秘毒吗？你怎么会有？因为我就是天下第一毒医啊！什么？那这些药方也是你研制的？所以啊，王妃，以后要是有什么想要的毒药，不用去城南暗装了，直接来找我便是，品类齐全，保证奸商？那你把我买背叛的银子还给我。吃进去的银子哪有吐出来的道理？都说我是奸商了，要不我换个方式。流氓！但是这个春风渡极具传染性，那方才那个人中的，他会去哪儿呢？那自然而然是去他主子那儿。太子殿下该倒霉了。陛下，刺杀失败，那个所谓的神医是肃王楚瑜啊，他用毒。什么？楚瑜？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属下也不知。来人，传太医！柳姑娘，看陛下症状，怕是中毒了。怎么治？此地缺医少药，老臣束手无策呀。如今唯有快速回京，急太医院之力，或还有一线生机呀。不，我绝不能让他死在这里。我的荣华富贵，我的皇后之梦，不能就此落空。立刻准备车马，轻装简从，连夜护送殿下回京医治。可是城外军士和百姓，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殿下性命要紧。是。王爷，刚刚得到消息，柳若带着昏迷不醒的太子偷偷跑回了京城，如今行辕群龙无首，乱成一团。也好，没他在，我们就可以好好布置这里的局势。吴峰，你现在拿着搜查令，赶紧去查，不得有误。是。还有我们收集的证据，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。你怎么会做这样的梦？
昏迷了整整3日，妾身实在没有办法，才斗胆做主将您护送回京医治。你把本宫带回了京城，淮南呢？朕在的官兵和百姓呢？您当时中毒昏迷，命悬一线，妾身不能眼睁睁看着您出事啊！快，更衣，备轿，本宫要立刻入宫。儿臣治理淮南不力，致使局面混乱，有负重托，特来向父皇请罪。你自己看看，肃王800里加急送来的奏报。你纵容官员勾结，贪墨横行，以致民怨沸腾，还谎称捷报，冒领功绩。你这是治理不力吗？你这简直就是提取往上！父皇，儿臣愿再去淮南，将功折罪。等你去啊，淮南早就尸横遍野了。楚瑜已经带着谢淑音phủ定了淮南，在回京的路上。这一次，朕会晋肃王为肃亲王，掌管禁军。再有下次，你的东宫就让他住吧。这刚从淮南回来，我爹就在府中办了庆功宴，就不能好好歇息歇息？陛下赏了谢府这么大的殊荣，老爷当然要好好热闹热闹。红艳，昨日我让你送去东宫的帖子送去了吗？小姐放心吧，早都送到了。你还邀请了楚恒，是想当面羞辱他？羞辱的话，是不是太便宜他了？我是给他准备了一份惊喜，要是这份惊喜再不送出去，我可就藏不住了。恭贺谢小姐和二弟大喜，本宫略备薄礼，表表心意。皇兄，二弟关于淮南军务有一些后续细节，可否进一步说话？你在此等候。你故意支开他们，是想向我耀武扬威吗？你们落得今日的下场，不是你们自己贪心不足造成的吗？与我何干呢？谢淑音，任你机关算尽，又如何？殿下他信我，护我，我依然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妃。太子妃很快就不是了。若，谢淑音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谋杀太子妃和龙毅！太子殿下，你大病初愈，不敢贸然行动，你万一出了任何事，臣女如何向陛下交代啊？来人啊，送殿下回正殿歇息。你放心，臣女立刻找长竹竿，一定会把太子妃救上来。救我！我不想死！神技还真是神技啊！这人在绝境中的潜能真是无限的，这连哑巴都能开口说话了，你说是吧，王爷？你要赶尽杀绝，灭我全族，你就跟我同归于尽吧！陛下，你不能死！你还说要封我为皇后的，眼看我就要熬到头了，你不能死！你竟然为了博他庄严！这个秘密我锁了这么久，就是要让楚河和柳若紧紧绑在一起，等到他们再也分不开的时候，我再亲手撕开这个伪装，给他致命一击。救我！来人，快拿竹竿过来！太子妃还不赶快上竿爬上来？若刚能开口说话就失了性命，岂不是实在可惜？
你不是为了救本宫尝百草毒哑了嗓子吗？什么时候痊愈？还有你的声音也是假的。说，救本宫和百鸟朝凤，是不是也是你演的戏？好一个孤苦无依的养女，好一个救命恩人！有若，你真是好得很！你把本宫耍得团团转，害本宫到今天这个地步！你这个毒妇！放开！这个毒妇欺君罔上，罪该万死！殿下，你落到今日下场，难道不是自己不识人心、刚愎自用、咎由自取来的吗？出了事就把所有罪责推到一个女人身上。你给我闭嘴！是不是忘了父皇说的话？在东宫动用私刑杀父皇亲命的太子妃，我看你这太子之位坐得太安稳了吧？这个照我记下。刘若，你我之间的账，今日算是算完了。若你还想活命，立刻离开京城，永远都不要回来。鸿雁，小姐，给他准备一辆马车，一些盘缠，送他出城。是。谢淑仪，你算计我、陷害我，就是嫉妒我。殿下不可能不爱我，他为了我抗旨退婚，他不可能不爱我。我是不会走，我死也不会离开京城。看来你到今日还是没想明白，楚航他根本就不爱你。他抗旨是为了什么？若你在离开京城之前没有出现百鸟朝凤的祥瑞，你觉得他会把你留下吗？你啊，不过是他痊愈路上一枚随意丢弃的棋子罢了。好自为之吧。走吧，王爷。楚红，你给我起来！看看你的样子，哪有些储君的体统？谢淑音，你敢弑君？什么？不！我想起来了，原来是这样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红儿，你没事吧？儿臣没事，儿臣只是想通了一些事。你想通便好。如今楚瑜风头大盛，你父王有改立太子的念头。本宫仔细想想，楚瑜绝对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。恒儿，咱们要早做打算。母后放心，只要楚瑜死，谢淑音、谢家最终还是会回到儿臣身边呀。哦，你有什么主意？陛下，谢家人来了。微臣参见陛下。谢陛下。朕今日找你们来，是因为谢家与肃亲王有婚约，兹事体大，朕不得不问一问你们。谢渊、谢云峥、谢淑音，你们可知
四海商社。明明早已切断了楚恒和商会的所有联系，为何前世之事还是发生？陛下，四海商社乃永昌第一商队，微臣早有耳闻，只是不知这商社跟谢家、肃王有何关联？谢大人，你难道不知道这四海商社背后真正的墓主是肃亲王楚瑜吗？父皇，一个皇子囤积巨富，实在是用心不良，其心可诛啊！父皇，臣与四海商社没有任何挂科。你还敢狡辩？带人证！父皇，此人正是四海商社门面上的掌柜，他亲口承认，正是肃亲王令他切断与王府的所有联系。你还不从实招来？陛下明鉴，陛下明鉴呐！小人根本不认识什么肃王爷，是太子把小人抓去严刑拷打，非让小人再次攀咬王爷，小人冤枉啊！你胡说！你那天不是这么说的。是太子把小人老母抓去，以命相要挟，小人迫不得已才屈打成招啊！楚恒，你竟敢如此！父皇，儿臣冤枉。父皇，臣前日在东郊发现行踪诡计之人，疑似在寻人拘押。所幸我派人暗中调查，发现东郊之人是这位掌柜的母亲，此刻就在殿外。带进来。老奴参见陛下。你不是伺候先皇后的苏嬷嬷吗？原来这才是楚瑜真正的目的。先皇后病逝后，你不是告老还乡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当年老奴并非告老，而是逃命。先皇后被人暗害，老奴为保住性命，不得已才偷偷混出宫去。可没想到，如今皇后还要用老奴的性命威胁我儿。先皇后被暗害，什么意思？当年皇后用老奴孙儿的性命要挟，逼老奴在先皇后日常佩戴的玛瑙珠串的珠子里下毒。先皇后心里好进红似的。什么？父皇，先莫听今日刁奴的一面之词，定是有人指使，蓄意构陷母后。陛下，想必还记得，这手串是先皇后心爱之物。老奴所言是真是假，太医一验便知。什么手串？分明是诬陷！你说是什么毒？回陛下，是蚕丝，是以离魂草为主要配制而成的南疆奇毒。朕记得，在先皇后病逝前，你曾以夜寐不安为由，让太医陈许用迷魂草配制过安神香丸。陛下，这是还太医陈许，朕要当面问他。报！陛下，宫人来报，刚才陈太医留下了一封指认皇后娘娘用迷魂草谋杀先皇后的遗书，便在太医院畏罪自缢了。母后，毒妇，果然是你！毒
毒妇，果然是你！陛下，臣妾是冤枉的。传旨，将林氏废为庶人，打入冷宫，有事不得出。是，父皇。你若再敢求情，朕连你一起废。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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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世陛下，陛下，好像就是在这个时辰病逝的。怪不得楚恒会知道四海伤势，原来他也重生了。王爷，苏嬷嬷已送出京城，安置妥当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送出京城，她不是商社掌柜的母亲吗？不待在京城享清福，这是要去哪儿？什么母亲啊？不过是配合王爷演一出好戏罢了。啊？王爷，你故意将掌柜的破绽泄露给楚恒，是为了牵扯出苏嬷嬷吧？还有太医陈许指证皇后，也是王爷的手笔。知我者，阿依。只是今日在御书房，陛下忽然晕倒，只怕是不太好啊。臣问过太医府，这些年陛下全靠汤药和一股心气儿撑着，今日接连打击，怕是……父亲，王爷，如今朝堂诡谲，暗流汹涌，我们必须引蛇出洞，同陛下唱一出好戏，方能一举定乾坤。阿姨，你有何计策？这第一嘛，得找一名信得过的御史，在朝堂当众弹劾谢家，务必要让陛下严治谢家，越严苛越好。这岂不是自毁长城？这第二嘛，得请陛下严苛谢家之后，3日后称病罢朝，身居简出，任何人都不得见。我们要营造出龙体欠安，无心领政，且厌倦王爷和谢家的假象。你这是在钓鱼？知音者，王爷也。好，我这就觐见父皇，安排人手，把这出戏唱好。陛下，臣有本启奏。谢渊纵容族中子弟横行乡里，谢氏旁支强占民田数百顷，恶行累累，民怨沸腾。臣恳请陛下严查，以正视听，以平民愤。谢是这种分的吗？是该罚呀！哎呀，不仅如此，陛下，谢云峥时任北境都粮官，涉嫌伙同当地将领虚报兵员，克扣粮饷，贪墨数额高达白银30万两，此乃动摇国本之大罪，恳请陛下圣裁。谢渊、谢云峥，你们还有何话说？陛下，强占民田，盘剥商贾，微臣实不知情，微臣定当严查族内，给陛下一个交代。父皇，小谢大人刚刚平定淮南，战功赫赫，其在北疆之时一直是以清廉公正著称，为何会突然跟贪墨扯上关系？二弟此言差矣，功是功，过是过，岂能因功抵过？若二弟所言与国有功者，便可肆意妄为不成？都给朕住口！谢渊，你纵容族人，难辞其咎。谢云峥，你北境贪墨一案，朕会派人严查。在此之前，削去你们军中一切职务，在府中闭门待参。陛下，父皇，二弟如此急切地替谢家求情，让儿臣不得不怀疑，莫非
谢家的所作所为，二弟早已知晓，或许也参与其中。肃亲王，你与谢家关系匪浅，难避瓜田李下之嫌。即日起，禁军指挥权将由太子暂管，你给朕好好恢复反省。对朝。红颜，你说父亲和哥哥是不是真的栽了？这贪污军饷，族人作恶，这罪名一旦坐实，那可是抄家流放的大罪啊！小姐，你别太担心了，肃亲王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。王爷都自身难保了，你没听朝上传来消息吗？这禁军的指挥权全都被夺了，陛下称病罢朝，不见外臣，这次局面真的被楚恒控制了。我们谢家这次真的完了。谢淑音，现在知道怕了，可惜晚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本宫自然是来看看曾经眼高于顶的谢大小姐，如今是如何的惶惶不可终日的。这里不欢迎你，出去。本宫想要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。你想保住谢家和楚云吗？可以。3日之后望江楼，你若来了，我便考虑饶恕楚云一命。你来了。你找我来，所谓何事？柳若，前世是本王对不住你，都怪这个贱人蒙蔽，辜负了你。你看，本王已经让他付出了应有的代价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我上一世亲手杀了你，你不恨我吗？当然不，前世是本王有错在先，我们就算扯平了，重新来过，好吗？楚恒，我是永远不会原谅你的，我是永远不会原谅你的。为什么？你连柳若这个贱妇都能原谅，还给她盘缠送她离京，为什么要咬着本王不放？你与我退婚，找人试图玷污我，是想打压谢家。你以爱为名，让柳若为你冲锋陷阵，承担骂名。你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你自己的权势和野心，你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。既然给你脸不要脸，那就别怪本王不留情了。等你被本王破尸，放手！看楚瑜还要不要你这个跑鞋！放开！快住手！你去死吧！谢。谢淑音，是我对不起你，谢谢。柳若，那枚信号弹是告诉你，陛下驾崩了吗？今天晚上约我至此，当真是为了解释吗？恐怕你早已调兵遣将，就是为了这一刻攻辩夺位吧？没错，没错，
我就是要让你看看，没有你谢家，我也一样能登上95至尊之位。放手，放手，放开！爹，哥哥，参见太子。看到了吗，阿姨？这皇宫，这天下，终究还是落入到本宫手掌心。你个弑君篡位的逆贼，放开我妹妹！此举天人共愤，绝不会有好下场。不要，放手，放开！只要你乖乖听话，劝说你父兄从此效忠于本宫，让本宫名正言顺的登临大宝，本宫便看在你的面子上，饶你谢家满门不死，如何？做梦！皇兄，你恐怕没有这个机会。楚瑜，你不是被软禁在王府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当然是来送你下地狱的。爹，你没事吧？阿姨，没事，没事没事。王爷的手下很有分寸，做个样子吧。这是你们早就计划好的，设计陷害本宫。若不是这样，怎么能逼你现原形呢？众将士听令，父皇驾崩前并未废楚，朕才是名正言顺的皇帝。尔等若是偏帮楚瑜，就是谋逆。谁告诉你父皇去世了？那枚红色的信号弹，就是朕的人发过来的。你说的那个人，不会是太监程英吧？你怎么知道？那个人已经就地正法，本王从他身上搜出了那枚信号弹，觉得好奇，就放出来玩一玩，没想到让皇兄中招了。不可能！前世明明，朕知道了。你们是为了骗朕，想要隐瞒父皇的死讯。义子，到了此刻还不知悔改。父皇，没想到你真被说中了。果然狼子野心，竟真敢带兵逼宫。来人，立刻把楚航拿下！慢着，义子，你还想怎样？同心骨，我的同心骨怎么会在你那？难道是你刚才？走开！没错，本宫趁那时将瓶子神不知鬼不觉的拿到手了。没想到吧，楚月，前世我能用同心骨要你的命，这一世一样可以。前世你要楚瑜的命，你什么意思？前世我发现楚瑜身上的玉佩和你兄长的很像，就在楚瑜面前提了几句，没想到从那之后，楚瑜看你的眼神就变了。后来我才知，你们两个在年幼时竟然还有一段过往。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嫁给你了，不是吗？没错。当我知道楚瑜有同心骨这种奇物时，就用你的性命做要挟，让他吞下了骨。你猜怎么样？他竟然真的答应了，然后他就如我所盼那样病逝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真的是因为我
别哭了，虽然我不知道你们现实都发生了什么，但你冷静一点，不要冲动。我也……哼，真是感天动地的爱情啊！楚瑜，你既然这么爱他，这一世就再为他死一回吧。到那时，只有本宫能承继大统，王位还是本宫的。忘了我，好好活下去。不会的。住手！不可能，怎么会没事？前世明明就是这样。你不会以为我把真的母骨带在身上，让你有可乘之机吧？你方才摔坏的不过是个赝品罢了。什么？我前世就怀疑楚瑜的死跟你有关系，刚才不过是诈你，没想到真的诈出来了。你这个阴险狡诈的毒妇！来人，将这个弑君篡位、大逆不道的逆子，还有冷宫里那个毒妇一并拖下去，即刻处死！放开这才是周之尊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多亏你用药帮朕吊着这口气，才能撑过今日。但朕竟不知，你为了自保，竟暗中修行了毒医之术。说到底，是朕对不住你，也对不住你母后。父皇，都过去了。传朕之意，肃亲王楚瑜，人孝聪慧，沉稳果决。即日起，册封楚瑜为皇太子，总摄朝政，待朕大行之后，继承大统。是，陛下。你得了江山，也得了良配，往后你们夫妻一体，共成社稷之重。朕也安心了。父皇放心，儿臣定不负嘱托。陛下，林氏和前太子余党已基本肃清，朝局初步稳定。这是拟定的官员考功与任免名单，请陛下过目。哦，二位爱卿辛苦了。那个水利是吧？水利的事儿晚点再说，你们先退下吧。陛下，臣说的不是水利，是……见之不忘，思之如狂。这是楚瑜，我的情书呢？再写不完，今晚你别使。参见皇后娘娘。爹，哥哥，你们都来了。啊，写好了，写好了，给你看一下，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你同我说，我立马改。朝政之事就麻烦岳父大人和大舅哥，朕还有要事在身，先走了。哎，罢了罢了，陛下要事缠身，你我父子二人还是接着干活吧。楚瑜，这写的都是什么呀？酸死了！酸吗？那阿音喜欢甜一点的。
够甜吗，阿姨？不害臊。大吉，输赢大报。哎，听到你声音了。这里呢？新年快乐！耶！我也是。